老太太在医院摔了一跤，骨裂，住院。3个孩子都在的家庭群里，一片辛苦了。妈妈保重，随时联系我，暖得像一锅刚熬好的汤。可从住院第1天到出院，真正在病床边守过夜的，只有大女儿一个人。老2说这周项目太忙，老3说孩子要中考，走不开。没人撕破脸，没人说我不管。可到了具体的探视、具体的陪护、具体的谁来出这一份钱，谁来签那一张字，最后又是那个最有良心的人一个人扛下来了。这是很多家庭正在发生的真相，不是电视剧，是日常。我们从小被教育孝顺是天性，是良心，良心到了，孝顺自然就到了。可现实一遍遍打我们的脸，良心这东西会累，会算，会在具体的账单、具体的假期、具体的距离面前悄悄打折。它不是开关，不是按一下就永远亮着的灯。良心更像是天气，今天晴，明天可能就阴了。它跟着心情，跟着处境，跟着利益悄悄变化，谁都没法保证它永远稳定输出。把晚年的安稳压在一句“我相信孩子有良心”上，是父母能下的最大一注赌局。我见过太多家庭把孝顺这件事当成一场信任测试，父母不敢提要求，怕被说要挟；子女不敢主动划分工，怕被说算计。结果是没有人把话说清楚，所有人都在等对方自觉，等来等去，等到的往往不是自觉，而是沉默的委屈和心照不宣的推诿。真正拖垮一个家的，往往不是哪个孩子不孝，而是这个家从头到尾都没有一条清晰的底线，只剩一句模糊的，随时可以被解释成任何意思的良心。李嘉诚讲治家的智慧时，有一条原则特别扎心：跪着的父母养不出站着的孩子。这句话反过来想同样成立，一个没有底线的家风，也养不出真正靠得住的孝顺。父母一味退让，一味体谅，一味自己扛，看似是在维护家庭的和气，实际上是在悄悄告诉每一个孩子，这件事不做也没关系，反正有人会兜底。良心从来不是被逼出来的，但底线恰恰是需要被立出来的。我们这一代人总觉得谈钱、谈分工、谈责任是在破坏亲情，是在把家庭关系变得生意化。可李嘉诚自己怎么教育2个儿子？他说过，教孩子做人的道理要占到2/3，做生意的道理只占1/3，但这1/3恰恰是最容易被中国家庭刻意回避的部分。一个家庭如果连谁负责什么，什么是底线都说不清楚，那所谓的亲情深厚，很可能只是一层没有被戳破的窗户纸。真正好的家风，从来不是靠每个人天生的觉悟撑起来的，它一定有一套明明白白大家都认的规矩托底。良心是天气，底线才是地基。老太太出院那天，大女儿在群里发了一句：“以后妈的事，咱们轮着来，提前排班。”没有人反驳，也没有人再提辛苦，随时联系我这样的空话。这不是亲情变淡了，恰恰相反，这是这个家庭终于开始学着把良心之外的那道底线立起来了。很多人以为孝顺这2个字从古至今讲的都是一种情分，你对我好，我自然对你好，全靠一颗心。可翻开2000多年前的孟子，你会发现古人比我们想象的清醒得多。孟子说过一句话，8个字，却把孝这件事彻底拆穿了：亲亲仁也，敬长义也。翻译过来就是亲爱父母，这叫仁，是情感层面的东西，天生自然。孩子从2、3岁起就知道爱自己的爹妈，不用教，不用学，但尊敬长辈。孟子用的字是义，义是什么？义是规矩，是分寸，是行为该有的样子，
是天生情感之外，还必须靠实践和操作去落实的东西。这里的区别值得反复咀嚼。人是情感的源头，义是情感的落地，一个是种子，一个是枝干。你可以天生爱父母，但你不会天生就知道该怎么伺候父母的晚年，该怎么分摊责任，该怎么在具体的日子里把这份爱兑现成行动。这中间的每一步都需要义来搭桥。光有人没有义，孝顺就是一句空话；光有义没有人，孝顺就是一场表演。孟子讲得更细，他说：人之时，事亲是也；义之时，从兄是也。人的实质是侍奉父母，义的实质是听从、遵守长幼之间的规矩秩序。你听听这个词，从，这不是自愿的，这是有约束力的，是一种秩序，是家里必须有人遵守，必须有章法可依的东西。这跟我们今天理解的孝顺全靠自觉，根本就是两条路。再往深一层看，孟子讲孝道，从来不只停在父母子女这一对关系上，他把这套逻辑推而广之，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这5种关系里，每一种都配了一个字：亲、义、别、序、信。这些字都不是纯粹的情感词，它们是秩序词，是规矩词。孟子的意思很清楚，再深的感情也需要一套秩序去托底，否则感情就是一盘散沙。我常常打一个比方，情感就像河水，奔涌向前，有力量但没有方向；规矩就像堤坝，看起来是限制，实际上是保护没有堤坝的河，不是变成灌溉万物的活水，而是变成泛滥成灾的洪水。一个家庭里，子女对父母的爱如果没有一套底线和规矩去承载，那这份爱迟早会在现实的推诿、比较、疲惫中溃堤。有意思的是，孟子讲仁义是我固有之也，弗施而已。这些美德本来就在我们心里，不是外面强加的，只是我们平时没有去想，没有去落实。这句话放在今天特别扎心。很多家庭不是没有孝心，而是从来没有把这份孝心翻译成一套具体、清楚、大家都认账的规矩。所以你看，孝顺要有底线这件事，根本不是什么冷酷的新说法，而是2000多年前的老祖宗早就想明白的道理。人是种子，义是堤坝。一个真正好的家风，从来不是靠一颗孤零零的良心撑着，而是靠情感和规矩2条腿一起走路。李嘉诚纵横商海70年，他这套治家智慧，恰恰把这份义的道理落实得清清楚楚。很多人对富豪家教的想象是无限的资源，无限的宽松，含着金钥匙出生，要什么有什么。可李嘉诚恰恰是反着来的，他带6岁的李泽楷坐头等舱，当场提醒儿子，除非你以后靠自己努力，不然这就是你人生最后一次的头等舱了。这不是一句玩笑话，这是明明白白地告诉孩子，家里的资源不是白拿的，享受是有前提的，前提就是你要自己扛得起来。真正的家教不是把资源无条件的铺开，而是提前把规矩摆明白。李嘉诚有一条被反复提起的教育原则，教导子女99%应该教他们做人的道理，即便是他们长大成人后，也应该是2/3教他们如何做人，1/3教如何做生意。这句话乍听像是在说做人比做生意重要，可再往深处想一层，他把做人的道理当成一件需要花大量比例去教的事情，而不是天生自带靠孩子自己悟的东西。换句话说，连李嘉诚都不相信良心自然会觉醒。这种说法，他相信的是规矩需要一遍一遍的讲，一遍一遍的立，才能真正扎根。
他不让2个儿子直接进入家族企业管理层，坚持要他们先靠自己的实力在外面证明自己。李泽楷在斯坦福读书时，像普通学生一样打工，在麦当劳做兼职，在高尔夫球场当球童。这些安排表面上看是狠心，背后其实是一套清晰的底线思维。家庭给你的爱是无条件的，但家庭给你的位置和资源是有条件的。这2条线分得很清楚，一条关乎情感，一条关乎规矩，谁都不能用其中一条去替代另一条。有一次香港刮台风，李家门前的大树被吹倒，2个菲律宾工人顶着风雨，全身湿透的在锯树。李嘉诚看到这一幕，立刻叫儿子起床，让他们出去帮忙。他要儿子明白的道理很直接：职业不分贵贱，家里的每一个人，不管身份多高，都要懂得尊重别人的付出，也要懂得亲自动手，而不是永远站在旁边指挥。这也是一种底线。家风不是用嘴讲出来的，是用行动逼出来的。李嘉诚还定下一条家规：无论工作多忙，每个星期一晚上，全家必须一起吃饭。这条规矩看起来简单，却是一种制度化的连结。它不依赖哪天有空就聚的良心，而是变成了一个固定雷打不动的仪式。有一次饭桌上，李泽楷提到女儿在学校调皮欺负同学，李嘉诚当场就指责儿子：孩子犯错是因为他们还小不懂事。可是你们大人也是这样不懂事吗？如果没有父母的正确引导，让他为所欲为，那么以后犯了大错还能改吗？你看，这不是一句温情的安慰，这是当场立规矩。即便是自己的儿子，该说的话一句都不会少。跪着的父母养不出站着的孩子，没有底线的家风，也立不起真正的孝顺。这正是这套家教想讲透的核心。很多人以为立威和亲情是矛盾的，好像你越讲规矩，感情就越淡。可李嘉诚这套家教证明了恰恰相反，规矩立得越清楚，感情才越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普通人以为孝顺是子女单方面对父母的义务，是子女欠父母的一份良心账。但更清醒的做法是，这个家庭里每一个人，包括父母自己，都要先守住自己的底线。父母不无底线的讨好，不无底线的包办，不无底线的牺牲，子女才会懂得这个家是有规则的。孝顺不是理所当然被索取的，而是在清楚的规矩之下自然生长出来的东西。李嘉诚从不指望孩子长大了自然就孝顺，他从孩子6岁开始，就在一点一滴的立规矩、立底线、立边界。家风不是等出来的，是立出来的。讲到这里，很多人心里会冒出一个疑问：如果孝顺也要讲底线、立规矩，那这跟我们批判的道德绑架、情绪勒索区别在哪里？这里要把这个界限划得干干净净。底线和绑架看起来都是要求，但方向完全相反。绑架是模糊的、临时的、情绪化的，它往往发生在事后，发生在委屈已经攒够了的那一刻。用一句“我为你做了这么多”，你就不能把对方架在道德的高处，逼他就范。而底线恰恰是提前的、清楚的、平静的。它不是等到关系已经失衡了才拿出来讨账，而是在关系还平稳的时候，双方就先说清楚这件事：我的界限在这里，你的界限在那里。一个是秋后算账，一个是提前立约，这是2种完全不同的逻辑。李嘉诚教育孩子有一条很朴素的准则：重承诺。他说过，如果要取得别人的信任，就必须重承诺。在做出每一个承诺之前，要经过详细的审查和考虑。一经承诺之后，便要负责到底，即使中途有困难，也要坚守诺言，贯彻到底。这句话放在家庭关系里，恰恰是底线思维最好的注脚。承诺之所以有力量，是因为
它是提前想清楚说出口的，不是临时情绪的产物。一个家庭如果提前把底线说清楚，其实就是在互相做出一份可以被信任的承诺，而不是把彼此推入一场没有边界的猜测游戏。这里最容易被误解的一点是，很多人以为把话说清楚就是在计较，就是把亲情变得生意化、冷冰冰。可李嘉诚自己怎么教孩子处事？他讲得非常直接，要注意考虑对方的利益，不要占任何人的便宜。这句话听起来像商业准则，实际上恰恰是最深的体贴，因为你尊重对方的利益，尊重对方的边界，你才不会在不知不觉中把对方的付出当成理所应当。反过来说，一个从不谈底线的家庭，最容易发生的事，就是有人在不知不觉中把另一个人的善意和让步一步步吃干榨尽。想象一个真实的场景，一位父亲身体还算硬朗的时候，主动把3个子女叫到一起，开了一次坦诚的家庭会。他说清楚自己以后想要什么样的养老方式，愿意接受哪些照顾，不愿意成为谁的负担。他也问清楚每个孩子各自的处境能承担的部分是什么。这场谈话没有一句是你们要孝顺我，全程都是在商量我们怎么把这件事安排得对大家都公平。这次谈话之后，家里再没有人因为谁做得多谁做得少而互相猜忌，因为底线已经提前摆在桌面上了，不需要靠猜、靠比、靠委屈来试探对方的良心。先把话说清楚，才是对彼此最大的尊重。反过来看那些真正走向决裂的家庭，你会发现压垮关系的往往不是要求太多，而是从来没人把要求说出来。父母不敢开口谈养老安排，怕被说成惦记钱；重男轻女，子女不敢主动提分工，怕被说成不孝算计。结果所有人都在沉默里各自猜测，各自委屈，直到某一次矛盾爆发，才把攒了多年的怨气一次性倒出来。这时候说出口的话，才真正带着绑架和攻击的意味。恰恰是因为没有提前立好底线，事后才不得不用情绪去讨账。李嘉诚给孩子留下的另一条处事智慧是：孩子别怕，我们争吵是为了工作，正常现象，目不专不透，理不辩不明。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家庭关系，把底线摆出来讨论，哪怕过程中有争执，有不同意见，也远比表面一团和气，内心各自计较健康的多。争论不是感情的敌人，沉默才是。所以底线和绑架的分水岭，从来不在于有没有提要求，而在于这个要求是提前说清楚的规则，还是事后拿出来的情绪武器。真正好的家风，敢于在关系平稳的时候把话摆在桌面上。这不是冷酷，这是最大的坦诚，也是对彼此感情最稳妥的保护。说到这里，还有一个更残酷的真相要讲：当一个家庭完全没有底线，只靠良心运转的时候，最先被拖垮的往往不是老人，而是那个良心最重的孩子。回头看开头那个场景，老太太住院，群里一片辛苦了，可真正守在病床边的只有大女儿一个人。这不是巧合，这是纯良心智家庭必然滑向的结局。当代家庭里，情感性的孝道，也就是发自内心的关怀陪伴，正在普遍上升。可权威性的孝道，也就是明确的责任分配、规矩约束，却在持续下降。听起来是好事，大家更讲感情了。可现实的另一面是，权威性孝道恰恰是最能提升子女对父母经济支持、责任分工的那一部分。当规矩退场，感情独自扛起整个家庭的运转，最后往往变成有感情的人被榨干，没那么上心的人心安理得的缺席。这不是危言耸听。一个家庭一旦掉进这种失衡的模式，往往不是因为谁做错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坏事，
而是因为从头到尾没有人把责任怎么分这件事说清楚，结果所有的重量都压在了那个心软放不下、不忍心看着父母没人管的孩子身上。良心最重的人往往过得最累，心最沉的人往往赔得最多。我们来想象一个真实的家庭场景：3个兄妹，父亲退休后身体渐渐不好，大哥觉得自己是长子，理所应当多担一些，从不主动提分工这个话题，怕伤了兄弟感情。妹妹和小弟看大哥扛得住，也就默认了这个安排。时间一长，连自己主动搭把手的念头都淡了。10年过去，大哥的婚姻因为长期照顾老人和自己小家庭之间的拉扯而变得紧张，他自己的身体也每况愈下，可他从没抱怨过一句。直到有一次体检查出问题，他才在饭桌上崩溃，说了一句：我不是不愿意照顾爸，我是撑不住了。你们从来没问过我需不需要帮忙。这句话里没有一句指责，却比任何指责都更让人心酸。这就是没有底线的代价，它不会让家庭立刻决裂，它只会让最善良的那个人一点一点耗尽自己。真正健康的家庭支持，不是靠某一个人在某一个时间点单方面透支，而是整个家庭在漫长的时间轴上有来有回，彼此补位。可这种有来有回从来不是自动发生的，它需要提前的规则去托底，否则光靠感情驱动，就会不可避免地流向那个感情最深、最不忍心撒手的人身上。李嘉诚讲过一句朴素的道理：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。这句话反过来说同样成立，任何一个孩子单方面的孝顺都无法弥补整个家庭底线缺失的失败。一个家庭如果把所有的运转都寄托在某一个良心最重的孩子身上，看起来好像问题被解决了，父母被照顾好了，可这种解决方式本质上是拿一个人的透支掩盖了整个系统的失衡。这种失衡迟早会显现出代价，不是老人得不到照顾，而是那个扛着一切的孩子先垂下来了。没有底线的家风不是省事，是在悄悄地把账压在某一个人的肩上。更深层的问题是，当感情性孝道持续上升，权威性孝道持续下降的时候，家庭表面看起来更温情了，可暗地里责任分配却变得更模糊了。没有人再敢像李嘉诚那样在饭桌上直接说这件事你没做好，大家都用随缘看情况，大家都挺忙的，这样温和却毫无约束力的话，把责任悄悄搁置，温情正在悄悄成为逃避责任的最好借口。所以当我们讲孝顺要有底线，讲的从来不是要给子女套上枷锁，而是要保护那个最容易被良心拖垮的人，不管这个人是父母还是某个扛得最多的子女。真正好的家风应该让每一份付出都被看见、被承认、被分摊，而不是让沉默的善良一个人默默地把所有账都扛下去。说了这么多，回到最初那句话，真正好的家风里，孝顺是有底线要求的，不是全靠子女良心。这句话说到底不是在否定良心，而是在说良心值得被珍惜，但不该被消耗。一个家庭想要长久的温暖下去，靠的从来不只是那颗天生就懂得爱父母的心，还需要一套清清楚楚的规矩，把这份爱拖住，让它不至于在时间和现实的搓磨里悄悄流失。回到开头那个凌晨2点的家庭群，3个孩子，一个扛着，2个心怀愧疚的缺席着，谁都没有恶意，可谁都没有真正安心。如果那个家早一点坐下来，把探视的安排、责任的分工、彼此的边界，像李嘉诚那样清清楚楚地摆在桌面上说一遍，也许根本不会走到大女儿一个人守在病床边的局面。
良心从来不该是一个人独自扛起的重担，它应该是一家人共同守着的一份约定。这就是我们这一期想讲透的道理。孝顺不是一场道德考试，不该只有子女单方面被打分，它更像是一份家庭共同签署的契约，父母和子女，谁都不是旁观者，谁都要在这份契约里先划清自己的那道线。父母不无底线的讨好，不无底线的牺牲，子女才懂得家是有规矩的，爱是有分量的。子女不把责任模糊地推给随缘和看情况，父母的晚年才不会变成一场没人兜底的赌局。家风立得住，靠的不是一颗孤零零的良心，而是一整套让良心不至于枯竭的规矩。我们常说，超人商学院讲的从来不是发财致富的捷径，讲的是怎么把日子过明白，把关系理清楚，把晚年活得有尊严。今天这期同样是这个道理的延伸。真正聪明的人不会把自己的晚年交给一句我相信孩子有良心的赌注，而是会像李嘉诚教育2个儿子那样，提前把规矩立好，提前把话说清楚，让爱有章可循，让孝顺有据可依。如果你也曾在深夜的家庭群里看着那些辛苦了的空话，心里五味杂陈，如果你也曾是那个良心最重却最累的孩子，或者是那个不敢开口谈底线的父母，希望今天这期内容能给你一点新的角度。底线不是冷漠，是对彼此最深的负责。这条视频如果说到了你的心里，别忘了点个赞，让更多正在为家庭关系纠结的人看到这份思考。如果你家里也有类似的故事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说说你是怎么处理这些说不清的责任的。如果你还没订阅，别忘了点一下订阅按钮，我们会持续陪你一起把晚年生活和家庭关系这些事想得更明白，活得更安稳。也欢迎把这期视频转发给你的家人，也许一次坦诚的谈话就能让你们家少走10年的弯路。优雅老去从来不是靠运气，是靠自己先把那道线画清楚。我们下一期再接着聊。